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小时候经常吃的蜂蜜小蛋糕。一般外面卖的都是无水蛋糕，今天这个配方是经过我改良的，所以里面加了少许牛奶。在制作之前，先把烤箱预热至180摄氏度，这样面糊制作好可以马上入烤箱，不会在等待中消泡。找一个比打蛋盆小一圈的锅，烧开半锅水，水开后关火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在大碗中打入鸡蛋，鸡蛋不要用太小的，然后加入糖和盐，加盐可以更好的突出甜味儿。最后加入蜂蜜。如果你在家制作，可以不需要弄我这么多盆盆碗碗的，直接在厨房秤上称量添加材料就可以。拿一根打蛋器的打蛋头，将所有材料稍微搅匀，主要是把蜂蜜稍微打散。将打蛋盆坐在刚才烧好热水的锅上，注意盆底不要直接接触到热水，以免把蛋烫熟。因为全蛋不容易打发，坐在热水上可以使蛋液温度升高，打发更容易。打蛋器开高速，全蛋液最好还是不要手动打发了。我用打蛋器还打了快10分钟，不同打蛋器功率不同，用时也会不太一样。蛋液随着打发会越来越浓稠。提起打蛋头，像这样蛋液滴落后消失的状态是不行的，还要继续打发。开始用高速打可能会导致蛋糊不够细腻，在最后可以改为低速搅打，帮助整理蛋糊，让它更细腻。蛋糊打发好判断的标准是提起打蛋头，用蛋糊画个8字，蛋糊不会马上消失就可以了。但是像这种线比较细的大蛋头提不起多少蛋液，不太容易画出8字，只要掉落的蛋糊不会轻易的消失就可以了。最后边转边垂直提起打蛋器，打蛋头上就不会残留什么蛋糊了。下面筛入低筋面粉，没有低粉拿普通的中筋面粉也可以凑合。面粉一定要过筛，先筛一半，让面粉均匀地铺在蛋糊表面。接着用刮刀把面粉翻拌进面糊中，从面粉少的地方下刀抄底，然后从面粉多的地方提起来，这样聚集在一块的面粉可以散开来，不容易结成面疙瘩。这样可以避免为了搅匀面粉，最后把面糊都搅消泡了。当搅拌到看不见什么干粉的时候，就可以筛入余下的面粉，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拌匀。全蛋蛋糊比蛋白霜更容易消泡，所以一定要用最少的翻拌次数，达到拌匀的效果，避免最后蛋糊消泡。搅拌到看不见干粉即可，不要过度搅拌，然后先把它放到一旁。在小碗中混入油和牛奶，油选择味道不重的油就可以。我们一般吃到的老式蜂蜜蛋糕是不含水的，至于为什么这里添加牛奶，我们留到片尾再说。拿刚才打蛋器上的一根打蛋头，将牛奶和油充分搅拌乳化，让它们颜色看起来很均匀，然后舀入2大勺面糊拌匀，这样可以混合两者的质地，使油和牛奶更容易地混入到余下的面糊中，减少过多的搅拌造成的消泡。把拌好的混合物倒回到余下的面糊中，用同样翻拌的方式拌匀。因为含油的面糊容易沉底，我们从中间下刀抄底，然后翻上来，换个角度再继续翻拌到颜色均匀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的面糊还是很浓稠的，底部也没有因为消泡导致的分层出现，表面可能有少量的大气泡，但是如果气泡太多，就说明你可能把它搅消泡了。模具我用的是标准尺寸的马芬或者杯子蛋糕模具，不管是不是防粘模具，都最好刷点油，方便脱模，或者也可以用杯子蛋糕这种垫纸。舀面糊可以拿一个冰淇淋勺，很方便。因为海绵蛋糕不会像戚风蛋糕长得那么高，所以可以装9分满，这样烤出来的蛋糕表面鼓鼓的，比较好看。这个配方大概可以做10到12个小蛋糕。面糊装好后，可以用纸擦去模具上淋到的面糊，把模具在桌子上磕几下，震出面糊中的大气泡，最后可以在上面点缀一点芝麻。将烤盘放在烤箱中层，烤15分钟左右。当蛋糕表面颜色金黄，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蛋糕烤好了，用刮刀把蛋糕抠出来，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如果蛋糕有点粘住，拿刀轻轻转一圈，就可以轻松地把蛋糕取出来了。老式的蜂蜜蛋糕一般都是不添加水的，但是油和水分都是为蛋糕提供湿润度的，不加水就要补充更多的油分，才能让蛋糕吃起来不干的噎喉咙。我们自己在家制作，添加一点牛奶可以让蛋糕更湿润，也少放一点油。如果你要省略牛奶，可以多补5到10克的油。经过改良的蛋糕要比老式蜂蜜蛋糕更加的蓬松湿润，
表面微微焦脆，蜂蜜味和蛋香味交相呼应，更加的好吃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